Hello， 大家好，我是曼曼老师。那今天呢，主要来跟大家分享笔试的冲刺技巧。为什么叫做冲刺嘞？因为呢，当初我就是实习完之后，就到了实习的国小，再继续做代课。那所以等我代课的那一届小朋友到毕业的时候，其实我大概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要考笔试了。那时候我就很紧张，但是又有一点懒惰，你又会觉得很累，又很怕自己考不过。那时候我今天就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最后这1个月笔试冲刺的方法。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就千万不要只到最后1个月才冲刺，因为这还是有风险的哦。好，那首先我要来分享一下，当初我在做冲刺的这个的前提是我在考教师检定的时候，算练得蛮扎实的，所以基本功都有在的情况下，我做这样子的冲刺的选择。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还是欢迎你在底下留言询问哦。确认县市的考试内容，要怎么样做确认呢？底下的资讯栏有给大家一个连结，通常我就是直接上网很简单的找 Google 搜寻幼儿园教师甄试，就会出现一个智胜文教的网站，那它里面都有一目了然的整理，可以帮助大家知道哪一个县市在什么时候考试，然后包括简章也都放在上面。像我当初就是我的目标很明定，就是想要考在双北、桃园或是台中，就这样子而已。那当然就是看每个人的心之所向在哪里，但还是鼓励大家，如果可以接受的话，每个县市都可以去报考，可以去试试看。那像以桃园的简章来讲，今年就分成2大类的考科，也不需要考国文，也不需要考英文。那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的读书计划上面做更贴近考试内容的计划。那如果你要去考的是台北，那你就要去看台北的简章，它到底是着重在哪一科，帮助你自己去读到更贴近考试内容。所以我建议老师一定要去查清楚，说你想要考的县市是哪里，你比较偏向想要去哪边教书呢？那如果你想去这边教书，那这个县市它主要考的内容是什么？第2个步骤，考看历届试题，垫看你自己有几两重吧。当初呢，我就是也太小看了教甄这一件事情，我还以为就是可能跟教检就考起来应该差不多吧，但是错。请去考看109历届试题，离现在最近的。如果你要去考桃园，那你就去考看桃园的历届试题，到底有哪一些题目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到底有哪一些题目早就忘到太空去了？找到自己的弱项，看到自己的弱项到底在哪里？那你很弱的这个题目科目，是不是在考试的比重中也占了很大的部分？那你就必须要在第3个步骤的时候，加紧的把这一个弱项的地方补起来。搞清楚自己有哪一些理论或是哪一些部分是很容易出错或是不懂的。第2个就是要认清事实。如果呢你考的还不错啊，那恭喜你通过第1关领到门票，已经进了1步，可以先让自己安一点心，然后继续读书，保持这样子的感觉。那如果很不幸你考得非常差，那也太好了，你就可以认清事实，代表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或是低估了教甄的考试，就是代表你要加倍用比别人还要多的时间，把你不会的题目还要搞清楚。第3个步骤就到重点了，请你定一个读书计划。相信很多人定了读书计划，最后都常常失败，因为呢就把自己一天从早上9点排到晚上10点都在读书，这样子呢也是不行的。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这句话还是有它的道理在的。我的读书计划是先确认有哪一些书是我认为在教甄考试前一定要读到的。那我当初自己读的主要只有2本书。第1本呢就是幼教精粹，这一本堪称是幼教人的神书，从教检的时候大概这一本就是反复的翻到烂掉，翻了个4、5遍吧，完整的读过一次，所以算是那时候考教师检定的时候比较扎实一点。
那到了校正的时候，我就是在这1个月里，还是分配时间把这一本书从头到尾，包括题目也完整的再看过一遍。之后还有第2本书叫做《校重笔记》，这本笔记的话，在虾皮上面也都买得到，所以呢，底下的资讯栏再提供给大家。校重笔记里的内容呢，有一些是不太会考到的，所以记得先读会考的部分，先读自己不熟的部分，先读自己比较弱的部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再来第3本书是《教育概论》上册。那这本教育概论，其实我是把它当成专书来看，就是我没有从头看到尾，主要是从教育精粹里，我认为讲的不够清楚的东西，我才会去翻教育概论来看，所以它翻的篇目也比较少。建议大家跟几个好朋友合买就好了，就是不需要1人1本，因为你不一定会随时的时候都使用到它。那还有其他的专书，像是幼儿园课程模式、幼儿园心理学或是人格发展的书，这几个专书呢，都是如果我从教育精粹或是做题目当中遇到不会的、不懂的，才会去翻。我不会把整本书全部翻完，因为这样子在这1个月里，你绝对来不及要看完。因为这1个月里，你读的熟、读的扎实比较重要，而不是你读的量很多很多。因为如果你很心急的想要把这些东西都读完，但其实实际上你只是看过书，没有把它记到脑袋里，或是内化到你自己的脑袋里，那其实当下考试很紧张的心情，你还是会完全忘光光。所以扎实比较重要，宁可一步一步的慢慢来。回过头来，我们的读书计划在你要先确认你到底还有哪一些书要读，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幼教精粹啊，或是校重笔记，至少都要到完整的1遍才是最基本的。那再来第2个是一定要去，不需要把自己的休息时间跟读书时间都混在一起，那会让自己的心理压力过大。悠闲的吃个饭，或是运动发泄心情。晚上的时候，我会安排自己做历届的试题，那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建议大家要做历届试题的时候，教师检定的历届试题可以做到10年内，然后你想要考的那个县市的题目，你可以做到5年内的历届试题，1年就已经很多了。因为做完这1年，也不是只是写完考试而已，你还要做的就是第4个步骤。但是我非常推荐下面的这个 IG 账号，也是有一群非常热心的幼教老师们创立的粉丝专页，里面呢都有跟大家分享教师检定还有教师甄试要考的相关内容还有技巧，当然也有分享说读书计划要怎么样拟定会比较好。欢迎大家都去这个 IG 专页上找寻你需要的资料吧。然后这个 IG 专页的老师们也在前阵子有不定期的开立教师甄试的说明会，那不晓得之后还会不会再开。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追踪他们的粉专，就可以 follow 到他们最新的消息。我通常呢就是早上下午都在读书，然后晚上就负责做题目还有做错题笔记，那就可以去洗洗睡了。晚上的时间做1次题目，大概花个30分钟左右。那错题笔记需要花的时间比较长，那刚好做一做，可能就9点10点，也差不多要去休闲一下，放松休息睡觉了。再来第4个步骤，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也是很重要的哦，要做错题笔记。很多人都说错题笔记到底是什么，要怎么写啊？那我这边就直接示范给大家看我自己写错题笔记的方式吧。首先呢，推荐大家可以到阿摩来注册会员来做题目，这算是我当初考试非常非常好的好帮手。那阿摩的话，它会有
电脑版本还有手机版本我都有下载。那它的会员有分成2种，我买的是无限观看大家的钻石回答，还有回复的。因为阿嬷做校正题目的时候，我也有发现每一题的底下都有很热情的老师会在下面留言自己对于这个题目的看法，还有每一个选项仔细的内容，那这个都可以帮助自己很方便的写到错题笔记里面去。所以通常我会用阿嬷在晚上的时候先写一道题目，然后我会先在我的笔记上面分成2类，一类呢就是第一个科目，一类是第2个科目，让我在做错的题目分别分到这2个科目当中，来帮助我在笔试考试前可以快速的读到同一个科目的内容。那所以如果像这一题我答错了，那我会首先先把题目抄下来，再把这一题里面的内容完整的写在题目的下面。我不会只写正确答案，通常我会把4个选项的内容全部都搞懂。那做错题笔记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够只了解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在说什么，是你只要有你不熟的名词在里面出现，你不熟的人名在里面出现，你都要在这个时候把它全部都搞懂，把它写下来。那大概就会像这样。这些笔记呢，是因为现在要示范给大家看，所以我用电脑先打下来，因为我的笔记一样还遗留在台中，没有办法马上拍给大家看。但我通常都是用手写，因为手写可以帮助自己记忆。那这些笔记呢，我都会在笔试考试的时候当天直接带去考场，我也就不会再带其他的专书过去，全部都不带，就只带我自己的笔记。因为当天其实考试前也没有多少时间，你带太多的书你读不完，反而会让自己很担心。所以我就是直接看我的错题笔记，让我知道说，我哪一些部分是特别容易忘记、容易错的，我就直接看我的错题笔记而已，就没有再看其他的专书。我就只会带幼教精粹跟我的错题笔记到考场去而已。然后刚刚前面有讲到说阿嬷它还有手机 app 的版本，我觉得这个也很方便的原因是，其实通常做题目的时间不会很久，都是错题笔记的时间久。那后来因为我时间越来越赶，就是我安排的读书计划有一点做不完我想要做的题目，所以变成我会在我通勤的时间就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就开始写题目，就写一道题目，然后在我规划的读书时间里就直接做错题笔记，这样可以帮助我把一些零碎的时间再结合起来。笔试冲刺的第5个步骤，在这一段时间，你早就把你觉得该要读的书都已经读完了，开始忍不住的想要准备口试跟试教了吗？把这些笔试的题目转化为口试的题目，或是呢手写题，或是申论题的方式。比如说，以108学年非常爱考的课程模式来说，如果我想要把它转换成口试题目，又帮助自己在笔试的时候更清楚的话，那我就试问我自己，请问你了解蒙特梭利模式多少？你答得出来吗？你写得出来吗？用这样的方式啊，不但可以帮助你自己在口试上的回答更流利之外，也可以帮助你加深你已经读过的笔试内容是不是真的已经内化到你的脑袋里去了呢？如果你在口试被人家问到的话，就考不倒你了；如果你在笔试被人家考到的话，我相信应该也考不倒你了。还是要在最后呢，鼓励大家撑下去，就是你的了。在这段时间调整心情，适当的休息是最重要的，才可以帮助我们在笔试的考场上可以正常发挥，平静的面对。因为如果太过紧张，或是在考试的时候忘记好好休息，在考试的当天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或是昏昏欲睡的话，那可是就得不偿失咯。我现在回想起来啊，都觉得自己考试的那一段时间非常的痛苦，就是不想要再回到那样的世界一次。
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大家现在的心情。每个人适合的读书方式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呢也算是一个不专业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内容呢调整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式。祝福各位老师金榜题名，顺利拿到教师正式的第1张门票。这次的影片不晓得有没有稍微缓解了大家对于考试的紧张，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到大家心里的疑问。如果你有任何想要问的问题，或是觉得妈妈老师有哪里还没有讲清楚有疑问的，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我会再找时间回复你哟。拜拜。